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，欢迎；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。当然，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广电帮帮团的2位老师，欢迎2位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几位老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你娶了我，就要养着我跟我儿子，不能不舍得花钱。我给你儿子花40万结婚，我做的还不够啊！他有手有脚的，凭什么一直和我要钱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儿子要钱你就得给他，你也不能说别的。还有就是，你不能再跟我分床睡了，都6年了，谁家的正常夫妻老分床睡啊？你每天一睁眼就和我吵架，谁受得了啊？1年365天，有3天不吵架都稀奇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王先生50岁，来自黑龙江工人；女嘉宾刘女士53岁，来自黑龙江工人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各位老师好，主持人好啊，欢迎2位啊！应该就是大家说的那种半路夫妻，对吧？是，都有过一段婚姻，然后又结婚了，走在了一起。是，你们再婚有多久啊21年了。哦，有自己的孩子吗？有。你们俩之间的孩子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。男孩。各自的孩子呢？您上一段婚姻里的孩子呢？男孩。男孩。您呢？也是男孩。仨小子。对。哎呀，不易呀！今天来是为什么呀？就想找老师帮帮我解决我心里的困难，我心里的难处。我们结婚20多年了吧，就是刚开始的几年还可以。咱不激动，慢慢说。后来就是感情也不是那么好，也不往家拿钱，也不管不问的。我带个儿子嘛，我儿子10多岁到他跟前了。但是就是在我儿子大了之后，花钱每当花1分钱的时候，他都会跟我吵，跟我嚷，讨厌我儿子花钱了。我怎么不给他花钱呢？那他结婚、买房子，结婚40多万不都我花的吗？那是你应该花的呀！你娶了我，你就应该给我儿子花钱了。我为了找你就我给他花钱是花钱呢。但结完婚了，成了家了，自个儿有自个儿家了，成了家了，我为什么不能花呀？你是应尽的义务，你是担当父亲的责任，为什么不干呢？我一个人挣钱养着4、5口人家，我压力多大呀？你压力大，你是男人，压力大，我也有压力，都有压力。你就是你压力大了，你要没成家也行，没成家对不对？我娶了你，我就得管你孩子。我都已经成家立业了。也是一样的，成家了父母就不管了吗？你的儿子结婚之后你就不管了吗？你不一样也要管吗？不是事啊。你也花钱吗？是不是？那儿子都不是一样的，都不平等吗？您刚才说一个人工作养一家子人是吧？对呀。您工作吗？我这些年没有工作。啊，您嫁给他以后就没工作了？对，在照顾，结婚几年了就有了我的小儿子，我就没上班。哦，您还没工作？对。相当于一个男人养一个女人3个孩子是吧？3个男孩。对。那他很辛苦啊。您自己上一段婚姻当中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拿了40多万给您那孩子买房子。对呀，也有我的钱呢。也不光是他自己的呀。你才有多少钱？不是，咱先别说他多少钱，这个您不是应该感激他吗？说我这后老伴真不错，因为在传统里面，咱先别说法律关系行吗？我要说句话，他心里肯定特难受，这不就相当于他帮别人养了个儿吗？那是不是应该孩子的亲爹给这儿子出婚房的钱呀？他爸爸已经去世了。人不在了，对吧？对。所以这个就是爸了，是吗？对。那这房钱不是也出了吗？人家娶的是你。按传统来说，他算帮别人养儿子。这老百姓的话，这是这么说的吧？是。没错吧？对。然后您儿子结婚，不仅养了，一直养到您儿子结婚，还给买了房了。这继父，我们这些外人听起来，尚道老师觉得做的怎么样？相当不错。曹老师觉得做的怎么样？绝对够意思。文老师觉得做的怎么样？就这继父，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。OK， 好，来，博宏兄，我认为已经很不错。好，我们再听2位
广电帮帮团老师的表态，觉得这个继父在对这个继子的问题上做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了。来，我觉得没挑。你看我们没有拉偏手吧，咱都不认识吧？我们集体投票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，您这先生做的不错呀。但是您觉得还不够，您觉得不够是，他结了婚之后该帮的还得帮，但是他没帮，对吗？对。他在帮他那段婚姻当中的儿子，没帮您的儿子，对吧？是这意思吧？这是第一让您寒心的，我们记下了。第二个让您寒心的事儿是什么？就是在生了孩子之后吧，有了你们之间的孩子，您生了孩子之后，生了我们之间的孩子之后，他就是几乎上就是说给我钱的时候很少，生活费也很少，因为我不能出去干活嘛，我得照顾孩子，给我生活费的时候很少，就是经常外出的时候多。出去打工，一离家都多久都不回家。几乎上就是说3、4个月吧，回家一趟就是算是最近的了。最远的说就是说2年吧。2年能回来一次。回来一次也是就是说给你那点钱都是微不足道的，3000、2000的，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还好说，孩子等到上高中之后了，花销根本就不够用。你一要钱我没有，一要钱我没有。不是，这儿子现在在上高中吗？你们的孩子？我儿子现在上大学。那您在家也不工作，靠什么养3个儿子呢？因为有他的儿子、您的儿子和你们结婚之后的儿子呀。在家里边孩子上学了之后，我就干活了。哦，你也干活，他也干活吗？对，偶尔也出去找活干。不是在共同抚养吗？现在我们来山东了，我也一样跟着去干活。这个现在你们俩生活在一起吗？在一起。是在一起打工啊，还是他打工您不用打呀？有活我也要干，我们都在码头装卸。您干装卸工啊？对。是机器装卸还是自己扛？人工扛。不容易。您呢？我也是，也是装卸。啊，这不就共同抚养吗？关键是现在共同抚养，他拿不回来那么多钱呢。他要拿多少钱是个钱啊？最起码的1个月的生活费，就现在普通的生活费都要5000块钱左右吧，还算是最低的。啊，因为孩子上学花销也很大。哪个孩子上学？我们2个的孩子。哦。所以说他根本就是说这些年几乎上往家拿钱的时候是太少了。你们结婚21年。对。您儿子哪年结的婚？还比较复杂。没成家呢。他儿子成家了。对。拿了40万。光买房，彩礼您出钱了吗？就是都下来算40万啊。您儿子还没结婚呢。对。这个儿子的彩礼、房子钱您准备好了吗？没，确实没准备好。确实。好，这还有老3呢，不就在这儿吗？你看，我是以一个小人之心啊，我在想，可能他想给他那个儿子存点钱，所以给家里交的少了一些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你不好意思说破，我帮你说破，很有可能是大哥怕钱给你给的太多了，你都给你那个结过婚的儿子去做补贴了，所以他可能给您给的少了一点。第3点，也有可能他现在的能力不如以前挣那么多钱了。我先给您解释一下，大概应该是这样吧，大哥。我说这个，大概差不多吧。这3层都有吧？啊，都有。就既有藏钱的行为，也有活难干的行为。那藏钱没有，就是说我不还给他儿子花了40来万钱，我不还有7、8万块钱外债吗？我不还得还那外债吗？哦，您借了外债给他儿子结婚？对呀。那这事儿您知道吗？知道。那您知道，您还在这儿跟我们说他不交钱这点事儿干嘛呀？最起码的就是说，男人得有一个疼，有一个爱。他没有疼，没有爱。就我俩吵架的时候，他甚至骂你、想揍你的时候，你就哭死他都不会管你，他转身就会走。给你扔在那儿自己去哭去。你有多大的委屈，你得自己装着，装在心里，你说不出来，没有地方可说。你跟他也讲不出去。他唯独能说的话，都是跟别人说的，而不是跟我说的。跟别的男人也好，女人也好，他自己去想，是跟他说的，没跟我说过。不是，您这话很有分量，自己去想是什么意思？这些年他的知心话都说给谁了？他没说给我。好，你的知心话都说给谁了？我哪有知心话呀？我这压力我都，哎呦我天哪！你说我一个人养活5口之家，算我1个月就是打工，1个月6000多块钱。人家不是说人家也打工吗？他打工那是后期了吗？这孩子上学，我俩的孩子上学了，他打点工，微了了能顾点家。那叫你亲爱的那是谁呀？那不都是玩笑话吗？那谁家的女人那么没素质？开玩笑跟人家老公叫亲爱的？没有只要有异性朋友那就不行了。
很正常。哎，你那都是很正常。那可不正常吧？你说是主持人是不是？现在你还要正常？正常吗？你能正常到什么程度啊？正常的睡到一个被窝里那叫正常了。那这是你自个儿说的，你看着了？我自己说的，我有证据啊！你打电话聊天那不是吗？那算啥呀？那打电话聊天不是正常吗？正常的女人跟你叫老公，跟你叫亲爱的。什么时候叫老公了？你就是死赖皮，不承认。所以您还怀疑他对婚姻不忠是吧？对。因为我看着过那种短信，看着过那种聊天记录。什么不忠？就是我回家的时候少了，回家就吵，回家就吵。回家为啥吵？为钱。就是哎呀，只要睁个眼睛就开始。我没说吗？你拿我一年有个3天5天让我消停，从早上到晚上不吵的也行，回家就吵，各种事儿都来了，就是没有消停时候，就你怎么做也不对。是怎么做都不对的事儿吗？那是什么事？你做的第一最起码的，回家一个男人，我要是在家里边对老婆真的干啥，回家了帮老婆干点什么，我不用你干什么，我养她就对待她都跟对待我自己儿子那样去养她，吃的喝的都紧你回报给我的是什么？回报给我除了伤害还有什么呀？那不是说就给你吃点，除了伤害还有什么？那我这一年搁外头打拼回来了，你什么时候问过我辛苦了？老公这搁外头拼，我语言上没有辛苦了，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不都给你了吗？那不是说吃就能解决的事儿。那要怎么样吗？也像别的女人说，亲爱的，你累了吗？你辛苦了吗？也要那么说吗？哎呀，这是咱说不是说这么说，这是最起码的吧？老公搁外头挣钱，为了这个家。你的关爱在哪儿了？你的关爱，你告诉我在哪儿了？我哪有跟你吵完架了，我哭死了，你都不会管我。我还有那个精力吗？我要死了在那儿躺着，你以为我睡着了？知不知道？你什么时候问过我、关心过我？吵完架了，你起来走了，外面的电话打起来没完，你有那个爱心分给我一点点了吗？这些年我就是你的免费保姆，不是吗？我也对得起你。你用不着你说对得起我，对不起我，我给你养儿育女了，我给你付出了，我孩子养大了。那你的孩子我不也照样吗？我的孩子娶了媳妇之后，你每一天不都是每一天不都在吵架或者在吵架的路上吗？嫌弃孩子的一个花钱，还嫌弃孩子这那个的了。谁家的孩子不好能了吗？谁家孩子长生下来就成人了吗？你要有啥正用，要1800的，要300、500也行。你没事了，出去跟朋友吃喝，一顿10来瓶啤酒，一顿10来瓶啤酒。谁呀？你儿子不也每天都在要钱吗？哪天没给啊？他要钱，他毕竟他没离开我咋吗？他说我挣的钱，他说我挣的钱都不知道哪去了啊！给你的钱都没有了。你给我的钱，3个孩子，老大要钱几乎少很多了。老二、老三每一天几乎上3天2天的微信，妈妈给我300、500的，给不给吧？如果不给，孩子在外边要学坏了怎么办？我知道您委屈嘛，就觉得嫁给这男人20多年，没跟他享过福嘛，是吧？没享过福。这是第一个委屈嘛，对吧？第二个委屈就是含辛茹苦嘛，他在孩子问题上区别对待嘛，这不是第二个吗？是不是？对。第三个是觉得他有可能在婚姻当中不忠于您嘛，是不是？我就想着他外面就是有人，要不可能他这钱不拿给我。你交给我多少钱啊？这不是刚开始我俩是刚到山东这儿，以前是他搁家，我自己搁外边。你搁家搁外边交给我多少钱啊？所以你现在怀疑他这个账目不清是吧？对。你怀疑他家外有家是吧？您就直接说了不就完了吗？就是家外有家，不是家外有家，钱哪儿去了？一年给我2、3万块钱，哪儿去了那些钱？一年打工，比如他挣6万，他能给我2万，给我3万，再问他钱哪儿去，不知道。还不知道？那不有外债不知道吗？外债你还吗？我不得还外债吗？你欠谁的外债还了吗？你还有外债吗？你的外债在哪儿了？跟你说有用吗？跟你说你还呢？所以真是一笔糊涂账啊！那今天咱来这儿到底干嘛呀？就是不想过了。老师能帮我解决这个谜团，我自己能走得出去。行，我帮您先把这20多年的这个婚姻现状给归纳总结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说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们纠正我，或者你们来补充，好不好？好的。20多年的婚姻，男人心里有不甘和不满。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哪儿去了？女人20多年的婚姻，心有不甘和不满。你挣的那么多钱去哪儿了？在这个冲突底下，作为妻子的发现了几个异常现象。第一，
丈夫可能在聊天的过程中跟其他的异性有暧昧之举，是吧？是。因此妻子怀疑是不是说不清楚去向的那些钱你给了家外的女人了。丈夫说冤枉啊。这是第二层，是吧？在情感上，钱的问题我们归堆都说完了，你看就这么几句话。接下来我们说情的问题。妻子觉得丈夫对自己婚前带来的孩子男孩待遇不公，作为继父没有一碗水端平。丈夫觉得我水不仅端得平，为这孩子结婚我算是把一辈子的都搭进去了，因为我还借了外债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这样，是这样吧？所以又不平衡了。第二，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，妻子说3个孩子我都视同己出，我们夫妻是在共同养育孩子，为什么你有差别对待？理解的对吗？对。所以心里也不舒服。我们俩走在了一起，你的心到底有没有跟我合在一起？是。我这又理解对了，是吧？好，第3个问题，你还想不想过的问题。想过，请你公开你的收入，财政透明化，是吧？对。钱由我来管，对吧？丈夫心里想，这可不行，20多年挣那些钱都给了你，也没剩个啥积蓄，我再把钱交给你，我能放心吗？对吧？有点儿。这不就是再婚家庭掖着藏着吗？相当于你们21年心都没有合在一起。今天你是想把这2颗心往一起合呢，还是算完总账转身就走呢？您告诉我。想算完总账就走。啊？算完账就走。因为反正我的大儿已然结婚，你的2儿也有了工作，咱俩的3儿已经读了大学。作为母亲，我的付出已经够了，对孩子我有一个交代了，对吧？对。是吧？下面我要追求我的幸福，但是呢，我在走之前，我得说出个谁对谁错来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好的，来吧，老师们，你们帮着掰扯掰扯，算算账。我这脑子不行，我可算不清楚这么多东西啊！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那边博文兄，虽然我们算不清账，但是我们看得清你们存在的问题。虽然已经再婚21年，但是你们2个人都没有坦诚相待，都没有敞开心扉，甚至2个人都藏着私心。尤其是作为妻子，你很显然地认为，我嫁给你，我就要搭上我儿子的一辈子。但婚姻它不是一场交易呀。另外，做丈夫更坦荡一点，你对妻子究竟还有没有爱？更何况他看到了你的暧昧的短信、微信、聊天，这一点女性很敏感。再婚夫妻走到今天这样的一种状态，再走下去确实力不从心。你们心中都有一笔账了，都明白。所以我在想，大姐，如果心里已经定了，坦坦荡荡的把这件事情了了，虽然痛，但也只能了。谢博宏兄，文老师。人的内心一旦有了隔阂，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再走近了，因为断了的绳子，你再怎么系它，它都是有结儿的。在你们俩这段关系里面，我现在看不到什么情感的成分，我觉得你们俩好像更多的是在旧账重提。那为什么会旧账重提？因为在它发生的时候就没有得到过妥善的解决。既然一直都没有解决，他也不想解决的话，大姐，我对您说一句话，就是不欠不念，山海自有归期。其实我建议您走出去看看自己的一番天地吧，你会发现真的是大道至简，无欲则刚。谢谢文老师，谢谢来曹老师师啊。其实我挺佩服2位的，
那当年你们2位每人带一个儿子，有勇气还自己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其实可见你们2人互相扶持，感情应该是基础非常好的。那么走到现在呢，刚才大姐也说这句话了，就是不想过了，就是现在只是想分个对错啊。是这个问题从2方面讲，一方面是你们俩的问题，一方面是孩子的问题。那至于大哥外边有人这些问题呢，实话实说，我没太听明白，因为刚才这件事纠缠在钱里边了，就主观臆断了嘛，就是你不交钱，你肯定是外边肯定给别人了，这肯定是给别人了。但是那10万块钱债务呢？甚至可能不知道的债务呢？当然这也赖大哥，你不说清楚，这赖谁？所以好多事儿呢，我不能因为说就是主观上我听见你们说什么了，我就按照这分析，不可能。我只能从事实出发，事实就是您的老大已经平安结婚，人老二没结婚呢，怎么办？但是你俩还有老三呢，什么岁数了？所以慎重，想离也可以，各自追求也挺好，但是要想好后边俩孩子你们怎么办？谢谢曹老师。山大老师，问一下你们的初心，走进这段婚姻是因为爱吗？还是因为在艰难困苦的生活当中，我需要找个人依靠一下，他能够缓解一些我的经济压力？如果你是带着这个目的走进婚姻的，你的目的实现了，你找了一个男人给你儿子买了房，如果你没嫁给他，那40万你上哪儿找啊？所以您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他呢？是因为太难了吧？一个人太辛苦了吧？他能帮你分担一些经济的压力，对吧？是。所以您带着这样的目的走进婚姻，您内心深处就一直是在要啊！一旦没有办法，就是欲壑难填的时候，您当然会心生不满了。所以说您挺自私的，目的性太强，功利心太重，又自私，当然这段婚姻走不下去了。那他当然外面得找暧昧的人了，他这一肚子委屈跟谁说呀？我不是说找外面的人是对的啊，这不是给您开脱啊。但是我是让您清楚地认识到，你离开他，你还有一个没结婚的儿子呢，您自己想吧。谢谢山大老师。来，帮帮团的老师们。那作为广电帮帮团呢，我想说，其实对于重组家庭来说，我不排除有爱，但更多的呢，我自己认为啊，仅代表我个人观点，可能是更多的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结合。所以其实我就是奉劝阿姨吧，就是承受你能承受的，享受你所享受的，多有一点感恩之心。然后想一想，如果真的是回归到自己了，会比现在是更幸福，还是更孤独？就这样。我问2个问题，先生，首先第一个问题，你平心而论，大姐对您自己的孩子怎么样？好还是不好？挺好的。挺好，对吧？大姐，我再问您，3个孩子的关系怎么样？很好。很好，非常好，对吧？他们叫你什么？妈妈。叫你妈妈。先生，真的21年的婚姻，大姐自己拉扯3个孩子，3个儿子，不容易的。同样您也不容易，您在外面奔波，养着一大家子。但是我想跟你们说呢，我们也纠正一个误区。虽然你们是重组家庭，但是21年的婚姻啊，我们现在实际意义上，我们已经是一个家庭命运共同体了。我们不要再切割说你的孩子、我的孩子、我们共同的孩子，而是我们跳出来换一个思路。大哥，您现在跟大姐，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。我现在53岁了，我还能赚钱赚几年？咱们家老大结婚了，那我们每个月还应不应该给他帮衬一些？能帮衬多少？这是我们家老大，不是你的儿子，对吧？不应该这么说。那咱家老二，我们应该怎么给他规划一下？我们每个月能给他支出多少？那咱们家老三怎么样？就我们坐下来平等的去对话去沟通，可以吧？好，谢谢啊。大姐今天到底来干嘛？搞不清楚是吧？诉苦，抱怨一下，仅此而已。20年了，估计这个婚也离不掉啊。
这真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，对吧？这段婚姻比你们第一段婚姻都长吧？是。今天您表现的是一个咄咄逼人的、不善解人意的女人，你只是表现出了这一面。我相信你还有善良的、温柔的、坚韧的、勤劳的那一面，只是我们没有看到，对吧？我说的这些词儿放在她身上都不为过吧？刚才是挺勤劳的吧？是挺坚韧的吧？对吧？所以我倒觉得并不是来这里说我们要分开的。今天来最核心的东西就是3问，我帮他来问您，您来回答。第一，以3个儿子之名，21年的婚姻，你告诉我，你挣的钱有没有给外人花了？没有。大声说。没有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好。第二个问题，以3个儿子之名，以21年的婚姻之名，你告诉我，你跟外面女人有暧昧，但是有实质性的关系吗？没有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所以你承认了只有暧昧，对吧？对。第3个问题，以3个儿子之名，以21年的婚姻为名，你告诉我，你还愿意跟我过吗？愿意。我3个问题问完了，你们自己看。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以后吧，我到这挣钱还都给你，完了你也谨守点，毕竟咱这小儿子还小，刚步入大学，咱们就携手后半生把这家庭走完吧。以后我也不离开你了，咱都在一起。你也多少收敛收敛，行吧？以前就算我的错了，你不改是过不了。只要能达到你满意，我就是这种想法，你不改不能过。能让你满意就完事儿呗，你就放心得了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宝兄预测一下，你看这个妻子很明显，她充满着一个妻子、一个女人的委屈，但这个丈夫也同样，他充满着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的艰辛。相互之间现在感情交流一片空白，现在他们2个人弥补的就是感情交流的空白。所以我认为今天双出。来，文老师。其实他们2个之间，就是我其实评判不出来谁付出的更多。对。但是我在这一场看下来，我会觉得，其实大姐她现在心里的那个委屈，她一定有一个释放期。今天我觉得可能刚刚好，只是她开始到了一个澎湃点。所以我觉得她未来还会有段时间去燃烧的。曹老师。我是觉得以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啊，50多了。其实当年他们俩结合一定是有当时的那种复杂性的，而且2边带的还都是儿子，就是代入感去想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感情。当年也是2个人一块儿承担了风险，然后才要的老3的。是，所以从这一点上出发，他的所有怨气刚才该发泄发泄完了。我是觉得，不是现代人的思想，是他们那一代思想的话，我觉得2个人都会出来。好，山大老师。男出女不出。好。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去呗。
你也委屈，挺难的是吧？来，加油吧，坚持吧。这苦日子都差不多了，这就准备开始过好日子了，怎么就没法过呢？大哥说了一句话是吧？从今儿开始，过去的事儿算我错了，我们以后就好好过日子，是您说的吧？是，能做到吗？能。来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能记住你的话吗？我希望你以后真能做到。放心。来，请亮灯。回去吧，好好过日子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加油啊！谢谢老师。加油加油，请回。还是21年，还是有很深的那种情感在里面，还是有很多的羁绊在里面的。祝他们幸福吧。